6月18号清晨4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无数架乌克兰的无人飞机经过几百公里的长途奔袭，飞临到了莫斯科上空。他们的目标是莫斯科郊外的莫斯科炼油厂。俄乌战争一转眼已经打了4年但作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市民，应该说是第一次见到了战争的真实场景。这些自杀式无人机飞动速度并不是很快，他们有的飞过来之后就被这个防空导弹直接给打下来了，而有的呢飞着飞着就直接撞到铁塔上了。但是有更多的自杀式无人飞机飞到了莫斯科炼油厂上空，开始进行轰炸。很快这莫斯科炼油厂就陷入到了熊熊大火之中。这乌克兰为什么要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呢？这事情要从6月12号开始讲起这一天，俄罗斯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射了70枚巡航导弹，再加611架自杀式无人机，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就在这次空袭过程中乌克兰洞窟修道院被俄罗斯给炸毁了。这个洞窟修道院对于乌克兰来说那是了得它呢是建于1051年，到现在你想想，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而且1990年的时候，它被联合国认定为乌克兰的世界文化遗产。那里面国宝无数而乌克兰人也把它看作是自己精神和文化的象征。这就相当于北京的故宫你想想，大陆要打台湾，赖清德直接发巡航导弹把北京的故宫给干掉了。你想想，那对于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第二天，泽伦斯基到现场去视察。Mr. President, will Russia be punished for the attack to World Heritage Kipchak Lavra? You will see in the news. Що сказали Путіну після цієї атаки? А ми ще скажемо. Побачимо. З резервного фонду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аконсервувати цей об'єкт і дуже швидко його відновити. 紧随其后这乌克兰就制定了一个报复计划，你炸我基辅，我就炸你莫斯科；你炸我洞科修道院，我就炸你莫斯科炼油厂。6月16号乌克兰的这自杀式无人机第一次袭击了莫斯科炼油厂。这次袭击呢，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战果还是可以的，直接就把莫斯科炼油厂的那个原油蒸馏机构给炸起来了。当时莫斯科炼油厂还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对我们这个整个影响不是很大那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个信息这乌克兰为什么要炸莫斯科炼油厂呢？这莫斯科炼油厂其实是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兴建的是俄罗斯境内最重要的一个能源生产基地。它每天可以炼原油大概是23万桶，整个莫斯科这个周边的地区40%的石油加上50%的柴油都是莫斯科炼油厂供应的。你如果是敲掉了莫斯科炼油厂，对整个莫斯科的能源线来说就基本上卡掉它的脖子了。所以乌克兰选择报复的对象就是莫斯科炼油厂。咱们回到这6月16号，6月16号就莫斯科炼油厂被第一轮轰炸之后，他们都说没事儿。于是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就关闭了一些生产线，继续生产。但是我看国际媒体的报道说有53%的生产能力被干掉了。结果就在莫斯科炼油厂说他们没事儿的之后2天，也就是6月18号这一天呢，乌克兰又派了大概500多架无人机长途奔袭，直奔莫斯科炼油厂进行第二轮轰炸。这第二轮轰炸跟第一轮比起来，那规模就大了，基本就是一个饱和式攻击我看了第二轮攻击的过程中间现场视频拍的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国同胞，一架无人轰炸飞机就往这个炼油厂飞的过程中间呢，这时候地面突然有一个就是个防空导弹就飞起来了。结果这个防空导弹也不知道是识别错了目标还是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导引信号发生了问题他没有朝着这个无人飞机飞过去他飞到哪儿去了呢？他直接就飞到了莫斯科炼油厂，光就击中了莫斯科炼油厂的一个储油罐。我操，这录了个完整的，我操！这莫斯科的炼油厂每个储油罐大概可以储存着几千吨这个汽油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储油罐被击中了之后呢，一下子那储油罐就爆炸了。爆炸之后呢，储油罐上面那个盖子就飞到了天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啊！这个视频啊，应该说被多个角度都拍了下来啊，传遍了全世界。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还起了一个名字，我叫“铁锅炖大鹅”。你想想，那不是像个高压锅一样，上面有个盖子嘛？然后网民呢就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盖子的各种各样的梗图啊，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啊。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中国同胞啊，在全世界无处不在，然后还可以在战区直接给我们进行现场直播。那么到了中午11点左右啊，那整个莫斯科的炼油厂应该说就陷入到了熊熊大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场景。从莫斯科那地方看起来，整个莫斯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前线，到处都是浓烟，到处都是大火啊。其实这个炼油厂啊，距离这个莫斯科的市区啊非常近，距离克里姆林宫啊也只有15公里。那么当天啊，我看还有中国同胞啊，就在克里姆林宫旁边。来了，真的来了。现在在克里姆林宫啊，然后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看到大量的无人机在过来，我们现在该跑了，要跑了，真的要跑了。这场轰炸对莫斯科市民所造成的心理震撼那是很大的啊！除了这个炼油厂被袭击啊，在这次袭击过程中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目标。朋友刚刚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家隔壁的单元楼早上也被无人机袭击了，他们现在正在楼下避难，也不敢回家。这是我来莫斯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发生的声音。可以看到楼顶现在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楼下满目疮痍，全是楼上的墙体碎片。这个楼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办法住人了，墙体现在破损的十分严重。说有9个人受伤，然后呢还有2只猫好像在这个轰炸过程中也受了伤啊。另外还有一个超市也受到了这个袭击，整个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损失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事后评估啊，这个莫斯科的炼油厂啊，生产能力应该说已经基本归零了。以莫斯科现在的自己的生产能力啊，或者是修复能力啊，这个莫斯科炼油厂什么时间能够恢复啊，现在都不好讲。我估计啊，没有中国的援助啊，它这个炼油厂一时半会儿可能是开工不了了啊。那么我们看完这个现场的视频啊，大家自然就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乌克兰啊，这个距离莫斯科啊最近的距离有450公里，莫斯科距离基辅呢有750公里啊。大家可以看了，现场啊，那些自杀式无人机啊，飞得都慢慢腾腾的，它不像原子导弹飞得比较快啊。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啊面对乌克兰这些所谓的自杀式无人机，它就没防住呢？结果导致这莫斯科的炼油厂基本就给报销了呢？这话要分2头讲。首先我们来讲讲乌克兰啊，乌克兰啊跟这个俄罗斯的这次俄乌战争，大家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俄罗斯是进攻方，乌克兰的是防守方，那一开始都差点打到基辅啊。那么乌克兰一开始也比较被动，后来呢，乌克兰稳住战脚之后呢，乌克兰就发现啊，跟俄罗斯打传统战争，它肯定是没优势。你比如说你打坦克战，你打这个火炮战，那你拼不过俄罗斯嘛。所以乌克兰很快就发现无人机在战场中间非常重要，所以呢，他一开始先引进无人机，后来就开始自己研发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在他研发的这些无人机里头，最早呢都是那4轴的，在前线中间的那种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呢，一个是直接攻击士兵，士兵你在前线走的时候，拿无人机对着你哒哒哒就可以扔炸弹，就把你炸死了。另外一种呢，就攻击坦克，所以很快俄罗斯的坦克就招架不住了，装甲车也招架不住了。所以呢，装甲车上装着各种各样的罩子啊，你不装这个罩子的话，无人机从天上下来，直接就把你的坦克给报销了啊。那么乌克兰呢，研发了这些无人机之后，他发现啊，光有这样的无人机，你只能延缓俄罗斯封面进攻的速度。紧随其后，他们就从2023年开始啊，研发这种长距离的攻击力啊、破坏力也比较强的，代号为 FP1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啊，就跟过去的那4轴不一样了啊，它呢就跟过去的普通的飞机有点像了，它翼展有6米，战斗部有60公斤。
那整个飞行的续航里程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有1600公里。飞行速度呢，一般来说在120到150公里左右啊。那这个飞机啊，它的破坏力就比较大了。你想想，60公斤的战斗部啊，后来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又把这个飞机做了升级。升级之后，它的战斗部可以达到120公斤，续航的里程啊可以达到3000公里啊。那你想想，1600公里到3000公里，那飞到莫斯科就绰绰有余了啊。这 FB-1 无人机啊，在2024年年底啊，正式开始投入到实战。一投入实战就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大家还记得吗？去年6月1号啊，那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的一个机场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吗？直接干掉了俄罗斯一架 A50预警机。那在这次袭击过程中间，它的主力机型据说就是 FB-1。那你想想，一架俄罗斯的预警机啊，至少值2-3亿美金呢。那一个就是这个 FB-1 的造价是多少呢？5万欧元左右。那折算成美金呢，大概就是5.5万美金左右。你想想，那是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打得俄罗斯的一个措手不及。据说这 FB-1 无人飞机啊，最开始啊袭击俄罗斯的目标的时候啊，成功率可以达到70%。除了干掉了 A50的预警机以外呢，他们还曾经报销了俄罗斯的3套防空导弹基地，应该说是战果辉煌啊。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现在无人机啊生产的最先进的国家。它这个 FB-1 无人机啊，据说在2023年的时候啊，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啊，每个月只能生产30架，但是现在呢，据说是一天可以生产100架，而且它把它生产的这个工厂啊分散到了整个乌克兰的这个70个地方。这样的话，你俄罗斯即便是你轰炸、你袭击，你能袭击掉一个点儿，你不可能把70个点你都袭击掉嘛，所以你要每天可以生产100架，那这个战力就非常充沛了啊！一个月可以生产几千架嘛。据说就这款无人机，现在乌克兰存量都有5000架，那这个对俄罗斯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啊。那反过头来，我们再讲讲俄罗斯啊。俄罗斯啊，它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拦这些无人飞机呢？因为这些无人飞机啊，你毕竟你跨越边境。中间要飞500-600公里才能飞到莫斯科嘛？那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下雷达，因为这些乌克兰的无人飞机啊，它都贴着地面飞行，非常非常低，飞行高度啊大概就只有10米到50米。那你一般的地面雷达你要发现就非常困难了。而且这些无人飞机啊，涂了很多锡箔材料，一般的雷达你要想分辨它啊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雷达的显示屏上，它的那个反射面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地面雷达对这种无人机啊探测起来啊，应该说啊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呢，俄罗斯不是还有预警机吗？没错，俄罗斯啊有8架 A50的预警机啊。但是自从俄乌战争开战以后啊，这8架预警机啊自己掉下来1架，然后呢被乌克兰给击落2架，还有1架呢不是在机场上就被乌克兰的无人飞机给报销了吗？所以现在俄罗斯一共只剩下它4架 A50的预警机。你想一想，整个俄乌前线啊，那么广阔的那个战略前线过程中间，4架 A50的预警机啊，肯定是不够。你这预警机本身得轮换呢，你只能保证重点区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它的雷达就没有发现。另外一个方面，那这些自杀式无人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那莫斯科上空不是有自己的防空体系吗？那俄罗斯的防空体系，那在世界上也是号称是1等1的强国啊。那莫斯科的这个防空体系有这么几层啊？首先，它有 S-300和 S-400的防空导弹。这防空导弹它对付什么的呢？是对付巡航导弹的，也对付那些大型的飞机过来的，比如轰炸机过来的啊。紧随其后，它还有一些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铠甲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叫什么防空系统啊，一共是有长程的、中程的、短程的几套系统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发挥作用呢？这里头啊，其实也挺明显的。它的短程的防空导弹系统啊，射击的范围大概只有1.2公里。那1.2公里啊，那这些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啊，它是个饱和式攻击，一下飞过来几百架呀。你这几百架，你就是发射，你打下来几架，那其实对它来说啊，意义也不是很大。
这次呢，莫斯科也宣布了啊，俄罗斯也宣布了啊，一共击落了100多架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飞机。但是人家这次派了多少架呢？据乌克兰讲啊，一共派了500架到600架。那你打下来100多架，那还有300多架呢。那每一架无人机上面都有60公斤到120公斤的战斗部。那炼油厂大家都知道，你搞几颗炸弹过去，你这炼油厂就基本就废了。别说是上百架无人机了，它就幸存有1/10，你算一下，你500、600架，幸存1/10呢，不还有50、60架吗？这50、60架自杀式无人机已经足以把莫斯科的炼油厂彻底给报销了。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它还有一些精度更高的中程防空导弹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打这些无人机可不可以？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关键是它特别不划算。你想想啊，俄罗斯的这个防空体系里啊，就是短程的防空导弹一枚最便宜的，我查了一下，也都5、6万美金呢。那一旦到中程的时候啊，这个价格就上到了100万美金左右。那如果到了 S300、S400这个级别啊，那一枚打上去就上千万美元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要面对无人机，这是没法打。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吗？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自杀式无人机啊，有点类似于伊朗那个沙赫德空中小摩托。那沙赫德的空中小摩托大家都知道，最近在美伊战争期间啊，把美国给搞惨了。那美军那些高价值目标啊，就那什么萨德导弹的雷达基地就给干掉了吗？还有他们这个驻军基地也给干掉好几个啊。那在美军过程中间引起了恐慌啊。为什么美军防不住沙赫德呢？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美军那边有防空导弹，但是你防空导弹一枚上去几十万美金、上百万美金，你能打沙赫德吗？沙赫德人一次派过去啊，几十架、上百架或者几百架，让你打呀？人我就是幸存了1/10，其实你也打不了，这是非对称战争。咱们在过去美伊战争那期节目里头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啊，你可以看。当时啊，伊朗打美军的这个沙赫德啊，美军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防守。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这个战争啊，无人机之间战争啊，它说明了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在这种大规模的自杀性无人机的饱和式攻击之下，现有的战术防空体系还是没有办法的。你就包括啊，就是这个俄罗斯。据说也曾经想在它的重要的价值目标下面啊，建一些就是那种高炮系统，就是呢，说德国那边有一个高炮的廉价系统啊，说是可以打无人机，但是有人给他算了一下，就是保卫莫斯科炼油厂，他要想形成有效的防卫啊，至少需要10套。那么这10套系统多少钱呢？说一套啊，大概是360万欧到750万欧，你10套你算一下，高值的话就7000多万欧了啊。而且你就算你把这10套放过去，你能保证你的无人机每一架都打下来吗？你保证不了啊！人家饱和式攻击给你300架，你能打下来？500架呢？中间要是漏过5架，你这个炼油厂你就报销了。所以，对于这种非对称作战来讲，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变成了各个国家军事方面的一个非常头疼的因素。就这个呢，现有的过去的所有的武器体系对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应该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我看啊，那乌克兰啊，现在他也研究了一种用无人机打无人机的方式，那就是天上来一个无人机，它地面发射一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追上那个无人机，把那个无人机打掉，这是个思路。还比如说，现在中国不是搞了一些激光武器吗？用激光攻击这个无人机。但不管怎么样来说，大规模的饱和式的低成本的无人机对哪个国家的防空体系啊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啊，俄罗斯没有防下来啊，其实也不算丢人，只能说乌克兰的现在这个饱和式攻击的无人机啊，确确实实还比较厉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啊，我们要讨论一下啊。那么现在俄乌战争啊已经打了4年了，双方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啊，对莫斯科发动袭击啊，对莫斯科所造成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对他们造成心理震撼呐。你想想，就是这个炼油厂啊，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啊。你现在打的是莫斯科炼油厂，这是高价值目标啊。你现在炸掉之后了，莫斯科呢没油了，但大家都知道。这莫斯科最高的价值目标是什么？那肯定是克里姆林宫，对不对？肯定是普京啊！我估计普京啊，这次轰炸之后，他睡不好觉了，他不一定敢在克里姆林宫睡觉了。
你想想，他晚上睡觉的过程中，如果要是乌克兰的那无人机哗全都奔着克里姆林宫来，那是把克里姆林宫给报销了，那普京那不也就在劫难逃吗？所以莫斯科现在成了前线，这个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会形成一个极大的心理震撼。但是这种心理震撼会不会改变整个俄乌战争的战局呢？会不会改变双方的谈判的这个格局呢？这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啊。俄乌战争啊，现在的地面战啊是什么局面呢？应该说现在俄罗斯仍然是攻方，乌克兰仍然是守方，但是啊，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大。我看有统计啊，整个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损失的这个战斗人员已经超过了120万，而乌克兰的损失呢是50万到60万。据说是到今年的6月份啊，双方合计加起来的损失兵力已经差不多达到200万了，损失相当巨大。另外一个方面呢，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乌东四州，那乌东四州中间还有一部分呢，乌克兰占领着呢啊。然后乌克兰后来不是在去年的时候反攻，也占领了俄罗斯一点领土啊。但是这乌东四州的占领过程中，俄罗斯一直在推进。据说是啊，从2025年的时候啊，它每个月推进的这个面积是多少呢？是171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26年以后啊，这个速度就大幅下降了，说每个月推进的面积啊，大概就有10平方公里。这10平方公里就太小了，就差不多相当于曼哈顿那么大啊！一个月你打下来才推进这么大的面积，所以现在双方在战场上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甚至可以类似于2战期间那种沼泽战。大家看一部《西线无战事》那电影了吗？《西线无战事》当时那个电影啊，其中有个非常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壕沟战、堑壕战，双方啊都是发明了重机枪。冲锋已经没有用了，然后就是堡垒啊，所以当时德国跟当时比利时啊，跟这个法国啊，就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堑壕战。我个人觉得现在的俄乌战争有点这个意思，双方都用无人机啊，开始打对方的那个补给线，打前锋的人员，所以现在已经很难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冲锋了。所以这是战场上的形势啊。那么这几年呢，国际社会一直在调停双方，希望双方能够谈判嘛。那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年初的时候，不是拉着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吗？但是双方谈判的立场啊，相差有点远。俄罗斯呢，现在谈判的立场啊，就是说我要停战，这个里有什么条件呢？首先，从纯停战的角度来讲，你乌克兰必须从乌东四州退出去，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你乌克兰不能再征兵了，那这是2个条件。然后呢，和平协议，那当时去年年初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啊。俄罗斯版的和平协议，克里米亚归俄罗斯，然后乌东四州归俄罗斯，然后呢，你乌克兰你还必须永久保持中立，你不能加入北约啊。但这个条件，那乌克兰怎么能同意呢？那泽伦斯基当时不是去美国跟这个特朗普见面，那特朗普都说你没牌了，你赶紧同意吧。结果人泽伦斯基坚决不同意啊。所以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他们的诉求要停战就必须是无条件停战，你双方不能提条件。就依据现有的这条边界，马上进行无条件的停战，然后双方可以进行谈判。从谈判的角度来讲呢，乌克兰是绝对不能允许土地换和平的。他们的宪法就规定，那乌东四州都属于他们嘛，他怎么能土地换和平呢？实际上这里头啊，就算是土地换和平，对乌克兰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他是要求啊，就算是将来签订了和平协议，必须有人能够担保这个和平协议啊能够实施，因为历史上他们不是签署了明斯克协议吗？结果呢，明斯克协议签订完了之后，俄罗斯不执行，不照样把它打了吗？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啊，停战获取和平只是第一步，必须要保证将来俄罗斯不能再入侵乌克兰了。但你想想，俄罗斯能同意吗？不会同意啊！所以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战争持续了4年，到现在这个局面。那么在我看来啊，俄罗斯之所以啊在战场上叫价很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过去这4年，战争主要发生在乌克兰境内，战争的代价主要由乌克兰来承担。乌克兰呢 GDP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俄乌战争之后啊，俄罗斯啊，它这个油价，国际油价上涨了，所以它的 GDP 啊好像没有受它太大影响。大家可以看一下23年、24年啊，俄罗斯的 GDP 还增长速度不低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拜这个油价上涨所赐。所以啊，俄罗斯可以跟乌克兰接着打。那么对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如果想要逼迫俄罗斯坐在谈判桌上，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俄罗斯打疼，让俄罗斯在经济上难以承担长期持久的战争，俄罗斯才会同意无条件停火。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乌克兰发动非对称的自杀式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真有可能实现。你想啊，如果是莫斯科隔三差五就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炸一轮，然后那些高价值目标，比如说 A50的预警机全部给报销了，然后俄罗斯的防空导弹体系都被乌克兰给报销了，那俄罗斯还能接着打下去吗？我觉得就很难了。所以啊，乌克兰现在拼命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啊，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无人机的长距离的袭击，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反过来啊，俄罗斯也在打乌克兰呢。俄罗斯的那无人机据说是中国人给他支援的啊，中国把那个发动机伪装成说什么冷冻设备，进口到俄罗斯，然后俄罗斯组装成无人机，也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的袭击。但双方这里头有个问题啊，乌克兰没有太多高价值目标可袭击，国家已经这样了，对吧？就像美国炸这个伊朗一样啊。伊朗有什么太多高价值目标吗？没有嘛，你只能斩首炸那些领导人，对不对？但反过头来，伊朗炸美国的高价值目标可多了去了，它可以炸你航母啊，可以炸你的这个雷达基地啊。乌克兰现在也是一样，它可以炸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远远大于俄罗斯炸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假如说这个趋势，乌克兰可以不断的扩大战果，把这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些炼油厂基本都炸掉，那你想想，俄罗斯还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这场持久的战争吗？那就比较危险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要讲啊，乌克兰要加油，把这个俄罗斯啊尽可能的能源线、补给线都干掉，把这个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尽可能的干掉。当然，如果这中间要是一不小心把普京这个最高价值的目标干掉，那就更好了。这样的话，早晚有一天，俄罗斯不得不会无条件的坐到谈判桌，跟乌克兰进行停战谈判。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刚刚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家隔壁的单元楼早上也被无人机袭击了，他们现在正在楼下避难，也不敢回家。这是我来莫斯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发生在身边。我现在刚下车，现在这个市场附近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烟雾弥漫，漫天缭绕的烟雾。刚才在路上还看到有直升机去湖里打水去灭火。现在从远处看，好像火势比较严重，好像有好几个起火点，不只是炼油厂和市场那边，甚至好像还有居民楼在起火。现在天上飞的好多架直升机，现在去湖里打水，来来回回的去灭火。地上消防车也是一辆接着一辆。我不知道为什么本地人看起来他们就比较淡定，他们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情形，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大家可能已经在这种战火中历练出来了吧。